弟弟决心不结婚，要和一个男的合伙过日子，还扬言男的不需要彩礼，不会像女人那样斤斤计较。两个男生在一起过日子，有房有钱，不知道有多舒服。姐姐听说了这个消息，连夜回家对着爸妈一顿输出：爸妈，我结婚，孩子跟我姓，还一定是咱们家的血脉，我能传宗接代，房子、车子、遗产，你们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？我们家重男轻女，从小爸妈就告诉我，家里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他们说我是男的，可以传宗接代，女儿是嫁出去的水，嫁出去后孩子都跟别人姓，我娶媳妇，那媳妇是和我一起照顾他们。姐姐嫁出去，女婿能和她一起照顾爸妈吗？不仅不能，姐姐还要去照顾婆婆。女婿能做到3代还宗吗？媳妇却能。我娶媳妇是家里多一个人，姐姐嫁出去是家里少一个人，所以为了延续家族财产，只会都给我。可是我长大后不想结婚，不想生孩子，我被网上的消息带偏了，认为女人都是小仙女，会通过结婚骗男性的钱。结婚后，女人在家只需要做点家务，离婚居然还要分1半财产。男性为了爱好花点钱，女人居然还要管东管西。最后我得出结论，男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，婚姻是男性的枷锁，只要男的都不结婚，那群女的都要急死了。后来我刷到了网上的一个帖子，帖子呼吁男生互助，说男生只要不结婚，日子过得似神仙。我深信不疑，连忙在家族群里宣布，我以后不结婚了，要和男性朋友同居一辈子。我的话一出，爸妈当场傻眼了。姐姐看着我的朋友圈，简直开心死了，连夜买了回去的机票，当天晚上就到了家里。我到家的时候，爸妈还在苦口婆心的劝我早点结婚，我本就不乐意听他们唠叨，这下更烦了。爸妈，你们为什么要逼我？你们看看现在的女性多拜金，结婚要车要房要彩礼，凭什么？以后结婚了，今天管我抽烟，明天管我花钱，烦都烦死了。我才不找个女的来管我，我现在跟朋友住一起，工资都自己花，谁也不欠谁，这才叫轻松。父亲急了，拍打着桌子，你不结婚，以后老了怎么办？我先是嗤笑一声，身体往沙发上一瘫，二郎腿翘得老高，语气里满是不屑。爸，你不懂，网上都说了，老了跟兄弟搭伙过日子才是顶配，而且有钱，我干什么不行？父亲被气得一口气差点喘不上来，捂着胸口站起身，指着我骂道：你不生孩子，我们家香火怎么办？香火那是什么封建糟粕？婚姻这种制度早就不适合现代了。孩子是女人用来拿捏男性的工具，其实男的根本不需要。男的不要孩子，急的可不是男性哦。我这话一出，父亲快急死了。姐姐咳嗽一声，母亲见他回来，连忙拉住他的手，哭着让他劝劝我。你弟弟不结婚不生孩子不行的。姐姐淡淡开口，我认为你结交的朋友心思不正，你听我的，和他们断了往来吧。我向来了解姐姐的脾气，果然下一秒我的脸刷地红了，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指着他骂：你算什么东西，凭什么管我？我兄弟可比你强，男的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，他不会图我的彩礼，图我的婚房，我请他吃麻辣烫，他都能叫我爹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。怎么了？父亲在旁边气得直哆嗦，母亲彻底哭了出来，我却像没看见，抓起沙发上的外套往肩上一甩，起身就要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我转头对着父母吼道：你们不要再插手我的事情，我是不可能结婚的。说完，门被我大力关上，砰的一声巨响。姐姐看着这一幕，心里笑开了花。我走后，姐姐站起身，给爸妈一人倒了一杯温水，扶着父亲在沙发上坐好，又给母亲递了包纸巾。等他们的情绪稍稍平复，姐姐才缓缓开口：爸妈，你们别气了，弟弟不生，不还有我吗？见父亲疑惑，姐姐连忙继续说道：现在不是以前了，女性也有继承权，而且我可以招婿啊，我结婚，孩子跟我姓。父亲不由握紧了手中的水杯，他抬起头打量着姐姐，像是在思考他话里的可能性。见他有所松动，姐姐继续补充：父亲，我和弟弟不一样，我是女的，我自己就可以生，不仅能保证孩子一定是咱们家的血脉，还能免去弟弟所说的那些风险，不是吗？如果父亲你只想要个孩子，去父留子，借精生子，方法多的是，弟弟可就不同了，现在他不愿意，就算愿意他也生不了，代孕又违法，会有风险，不是吗？父亲沉默了许久，重重叹了口气，再看向姐姐时，眼神变得不一样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你弟弟太不懂事了。他顿了顿，转头和姐姐商量，招婿也行，但得找个靠谱的。姐姐连忙接话道：我都听爸妈的，明年说不定你们就能抱上孙子孙女了。妈不早就羡慕表姐家的孩子吗？以后你也要当奶奶了。母亲想到那样的画面，连忙点头附和道：对对对，老林啊，女儿生的孩子不也是咱们的孙子孙女吗？父亲也笑了，语气温和了些，就这样吧，总比让咱家这脉断了强。
见他们同意，姐姐话锋一转，看向父亲。既然如此，爸妈、房车、遗产，你们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？父亲愣了愣，没接话，但眼神却动了动。姐姐掰着手指说道：“爸爸之前不是常说弟弟可以传宗接代，所以家里的钱都是他的吗？现在他都不生孩子了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他死了，难道把钱给他的兄弟？”他语气诚恳：“你给我，我留给我的孩子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下去，不是吗？”父亲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姐姐，低声道：“你真打算让孩子跟你姓？”“真的，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跟我姓？”父亲看着姐姐，眼神不再犹豫，欣慰的笑了。“好，就冲你这句话，爸信你。只要你能做到之前的遗嘱作废，重新写，重新写。市中心的那套房子本来是想给你弟当婚房的，回头过户到你名下，就当是给你和孩子的礼物。生完孩子你就来公司上班吧，爸妈也老了，该带孩子享福了。”姐姐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脸上却没露太多得意，只是眼眶一热，握住爸妈的手：“谢谢爸，谢谢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将来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”当然，姐姐知道父母宠了我这么多年，哪怕答应了她，心里还是会想着我，所以第二天她就紧锣密鼓的开始相亲，标准绝不动摇，对方必须接受孩子将来随母姓。后来姐姐回家跟父母汇报进度，他们表面上很开心，可转头姐姐就听见母亲不死心的在阳台给我打电话：“儿子，妈给你找了个姑娘，人特别好，你就回来见一面行吗？”什么叫女的都一样？那是你没遇上好的。儿子，实在不行你就先见一面。我像是烦了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姐姐知道父母心里那杆秤还没彻底偏向她，他们私下里还是没放弃我。不仅母亲如此，父亲也专门托了远房表姑给我介绍对象，结果气得表姑在家族群里吐槽林伟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？我说一句他能顶10句，还说我害他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看着父母对着手机唉声叹气的样子，姐姐知道该加把火了，她主动提出要去劝劝我。母亲眼睛一亮：“你去试试也好。你们年纪差不多，他或许会听你的话。”我尽力，姐姐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清楚，她不是去劝我回头，而是让我彻底回不了头。我和朋友张浩租的房子在市中心，之前父母每个月都会给我不少零花钱，我从来没有为吃住操过心。姐姐坐电梯到8楼，就听见一阵尖利的哭喊，夹杂着男人的怒骂：“你都多大了，还不结婚，跑到外边鬼混？你这不孝子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”姐姐放慢脚步，悄悄靠近，发现门没关严，留着一道缝，正好能看见里面的情景。一个中年妇女正拽着张浩的胳膊哭，旁边站着个中年男人，脸涨得通红。张浩梗着脖子，我站在他旁边。我跟林伟过怎么了？彩礼10几万，留着自己花不香吗？你们为什么非要逼婚？张浩喊道。你闭嘴！张浩的爸妈恨不得吃了他。姐姐打开手机录音，推门走了进去。张浩的妹妹听见声音，转头正好看见门口的姐姐。姐姐笑了笑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是林伟的姐姐，我妈让我来劝劝我弟弟。”没等姐姐说话，张浩妈妈就冲了过来，一把抓住姐姐的手腕，力气大的吓人。“你快管管你弟，都是他带坏我家孩子，不找女的。”两个男的整天混在一起，说什么男生互助最爽，爽什么爽？能爽出孩子来吗？我们老张家就这一根独苗，你弟弟要害我们家断后了。他用力抓着姐姐，姐姐忍着疼，故意露出为难的神色。“阿姨，您消消气，我和您是一个立场啊。我爸妈和您一样，担心以后祖坟都没人管。”见姐姐这么说，张浩妈妈对她的态度稍微好了点。姐姐挣开张浩妈妈的手，继续吓唬他们。他们确实太不懂事了，不生孩子，你们家的财产将来给谁？100年之后不都给了外人吗？张浩父母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。姐姐顺势转头，带着责怪的语气对我说道：“你们不结婚，难道兄弟比妻子还重要吗？”我话音刚落，立刻皱起眉。兄弟当然比女的靠谱，至少不会算计我的钱，不会逼着我做这做那，你一个女的根本不懂。姐姐装作痛心疾首，继续问道：“那你总不能一辈子和你朋友在一起吧？”我梗着脖子反驳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张浩爸爸气得发抖，指着我俩骂：“你们疯了！等你们老了动不了，谁给你们端水喂药？”我一把搂住张浩，两人肩膀几乎挨在一起。我们早就想好了，等老了把房子一卖，就去全国自驾游，实在动不了了，就去养老院，有钱干什么不行？张浩在一旁也点了点头，不娶媳妇就不用买房给彩礼，至少能省下来几百万，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比结婚强。姐姐看着我俩一唱一和的样子，捂着嘴笑了，还买房给彩礼，这钱不还是父母掏空家底给我们的？真是两个天真的人。祖父母也是看重利益的，他们的爱往往也有条件，要是我们不想承担责任，不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向走，他们可能就不爱了，不爱了也就没钱了。想到这，姐姐开口问道：“那父母的养老，你们
考虑过吗？声音不大，但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和张浩显然没料到他会提这个，脸上浮现出一丝茫然。张浩父母也猛地顿住，眼睛瞪得溜圆，看向我俩，你们卖房逍遥自在，我们呢？那我们每个月给生活费不就行了？实在不行，不是还可以请护工吗？再不行，我们又不是不能照顾你们。我说道。姐姐站在旁边轻轻叹了口气，弟弟，你平常从来没做过家务吧？爸妈总说家务是女孩子做的，你以后没有媳妇，我们家条件好，至少可以请保姆。可你朋友家靠他自己照顾父母，能行吗？果然，张浩父母的脸色变了。来之前，姐姐早就打听过了，他们家比不上我们家的条件，思想却同样封建，在家里把儿子宠上天，家务都是女儿学着干。所以张浩爸妈至今的想法，估计还是老了靠媳妇照顾。如今见张浩不结婚，当然急了，以后没有媳妇，就没人给他们当牛做马，没人端屎端尿了。张浩爸爸脸色发白，伸手抓着张浩的胳膊，你今天必须和我们回去。张浩妈妈也反应了过来，上前拉扯，最后还是我和张浩的力气大，将姐姐和张浩父母赶出了屋子。张浩爹妈在门外哭天喊地，姐姐笑了笑，凑到张浩妹妹身边，妹妹，你结婚了吗？她有些奇怪的摇了摇头，姐姐满意的点点头，看着地上哭嚎的两人，提议请他们吃一顿。来到餐厅，姐姐点完菜，装出无奈的表情，问他们之后怎么办。张浩妈妈一拍桌子，能怎么办？我死也得把她拉回来。姐姐叹息一声，我们爸妈也是，可是，见姐姐欲言又止，他们来了兴趣，可是什么？你倒是说啊！见他们表现出好奇，姐姐伤心的说道：“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喜欢女的。”那怎么可能？你们不信也没办法，我爸妈已经开始想别的办法了。见他们沉默，姐姐也不说话，最后他们还是没忍住，问姐姐是什么办法。叔叔阿姨，我爸妈最近想通了，家产这东西说到底是要留给自家血脉的。张浩妈妈愣了愣，确实，你继续说。姐姐声音压得低了些。我弟闹出这事后，我爸整夜睡不着，昨天拉着我长谈，说以前总想着家产给儿子，可儿子要是连个后都留不下，给他有什么意义呢？张浩父亲眉头拧成疙瘩，对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生啊！姐姐抬眼看向他们，目光坦荡，我都和爸妈说好了，孩子生下来跟我姓，财产也都留给我的孩子。张浩父母眼睛猛地睁大，这还是给了外人啊？怎么算外人？姐姐笑了笑，你们就说有没有血缘，是不是一个姓？再说了，我爸妈图什么？不就图100年之后坟头有人烧纸，族谱上有后人的名字吗？给女儿招婿，不比把儿子掰直容易，说不定花钱还更少呢。这话像是重锤敲在张浩父母心上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动摇。张浩家条件普通，老两口一辈子攒下的那点家业比不得我们家，可父母的心思却是一模一样。可是这不合规矩啊！张浩父亲呢喃着，转头看了看女儿，这个本要被卖出去换彩礼的女儿。姐姐接着说，张浩和我弟弟现在干的事情不更加不合规矩？你们想想，给女儿招婿，等于你们有2个儿子1个女儿，还会子孙满堂。要是不招，你女儿嫁出去，你儿子不结婚不生子，那等你们老了，家里过年就你们俩和1个儿子，多冷清。或者再老一点，一个50岁的照顾2个70多岁的，那真不知道谁更惨。这话彻底戳中了张浩父母的痛处，他们这辈子盼着张浩结婚生子，无非就是图老了有人照顾。可现在看来，张浩这条路明显走不通了。而姐姐给他们展示了另一条路，只要孩子是自家人，家产给谁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。和他们告别后，姐姐加上了张浩妹妹的联系方式。招婿这条路未必适合她，但至少比被卖出去换彩礼好。如果她不愿意，姐姐说以后也可以帮忙。为了彻底让父母死心，姐姐联系上我，弟弟，你真的不想结婚吗？我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，你问多少遍了，我都说了不愿意。可是爸妈天天在家以泪洗面，总想着让你回头，我实在担心爸妈，你就不能和他们说清楚吗？我说了，他们根本不信。我声音里满是烦躁。姐姐沉默了一会儿，装作恍然大悟，要不你就写个声明，说自己是同性恋，这辈子不可能结婚生子，让他们别再逼你，然后发在家族群里，让所有亲戚都看到，省得他们总托人来说情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这样会不会太狠了？狠才能断根啊，你不会怕以后后悔吧？姐姐怂恿道，现在他们还抱着幻想，天天给你介绍对象，你受得了？不如一次说清楚，以后安安稳稳过日子。张浩也在旁边附和，林伟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我同意了。当天晚上我公开出柜，家族群瞬间炸锅。姐姐将截图发给张浩妹妹，让她给父母看。放下手机，姐姐走出卧室，把白天录的音播放给爸妈听。父亲听完半天没动，母亲的眼圈红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这种事情也不能强求。父亲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狠狠一摁，声音沙哑的厉害。姐姐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父母心里那杆秤终于彻底偏向了她，而我这边再也没
没有回头路了。他没有笑，继续扮演着父母的贴心小棉袄。后来我被家里的亲戚搞烦了，和张浩收拾行李，买了去云南的飞机票，说要去那边玩几年。姐姐看着消息，心里没有丝毫波动。他们走了也好，省得他动手。他给我发了条微信，照顾好自己，有事打电话。我回了个再无下文。姐姐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回来，她的结婚对象陈正言是亲戚介绍的，在公司做技术岗，话不多，看起来老实本分。他第一次上门就表现得滴水不漏，给爸递烟，帮妈摘菜，谈及孩子姓氏时更是笑得温和。孩子跟谁姓都一样，跟他姓我没意见。爸妈对他越看越满意，催着他们尽快定下来。姐姐心里清楚，这场婚姻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，她需要一个丈夫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，巩固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。而陈正言大概是看中了我们家的条件，所以他和陈正言从相亲到领证只用了3个月。婚后1个月，姐姐拿着验孕棒上的2道杠，走到正在厨房给她炖鸡汤的陈正言面前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惊喜的表情，一把将他抱住。姐姐看着他眼里的惊喜，笑了笑。这个消息传到爸妈耳朵里，他们高兴坏了。母亲天天变着花样给姐姐做营养餐，父亲则拉着她去了公司，让她开始接触公司的事务。孕期过得很顺利，陈正言依旧扮演着完美丈夫的角色，陪姐姐产检，给她按摩，甚至主动学习育儿知识。预产期到了，姐姐被推进产房，几个小时后，1男1女2个孩子被护士抱了出来，爸妈连忙凑上去看，看着孩子皱巴巴的小脸，父亲笑得合不拢嘴，母亲更是激动的哭了出来。孩子半岁时，姐姐开始接手公司的部分事务，孩子1岁时，姐姐决定离婚。陈正言听到要离婚，拿起协议书看了几眼，猛地拍在桌上：林薇，你什么意思？姐姐将所有证据摆在桌面上，有她和朋友的聊天记录，她高兴的和朋友炫耀孩子生下来了，她终于不用装了林薇一个女的懂什么，还有她转移财产、挪用公款、收受贿赂的证据。陈正言的脸色一点点变得惨白，姐姐看着他，眼神冰冷：你骂我，这只能算你道德有问题，但转移财产、挪用公款、收受贿赂，这可是犯法的。你要是乖乖签字，这些东西不会有别人知道，你要是敢闹，我就让你坐牢。陈正言拿起笔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丢下一句算你狠，起身摔门而去。姐姐当然不可能只动他，她带着证据去找了父亲。陈正言可是叔叔介绍的。父亲拿起那些证据，手因为愤怒而颤抖，他越看眉头皱得越紧，到最后猛地将文件拍在桌上：畜生，你叔叔怎么可以这么做？我对他那么好，他们居然早就串通好了。爸，我也是今天整理证据的时候才发现的，他们居然还想要害我。姐姐抹了把眼泪，声音带着委屈。父亲看着他通红的眼睛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愧疚。他沉默了许久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：是爸对不起你，识人不清。姐姐趁热打铁道：爸，公司里那些靠着叔叔和陈正言进来的人不能留啊，万一他们又有什么坏心思。父亲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有点犹豫：你说的对，只是都是沾亲带故的，这不好吧？姐姐看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坚定：爸，我来处理就好了，正好以陈正言为理由，反正我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到时候骂我2句，装装样子就行，装装样子就行。一边是谋权篡位的亲戚，一边是继承家业的女儿，孰轻孰重，父亲自然分得清，更何况他早就想这么做了。父亲同意了姐姐的请求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公司里的事你全权负责。得到父亲的授权，姐姐立刻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。借着陈正言的由头，她将一个个关系户陆续调离核心岗位，换成了自己的人。就算未来父亲再想支持我，他至少也不会颗粒无收。6年后，我回来了，姐姐从张浩妹妹那里得知我和张浩闹翻了。原本我们2人在云南同居，起初确实过得逍遥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晚上和游客拼桌喝酒。可日子一久，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。先是张浩嫌我不干家务，东西乱放，饭也不做，我却觉得请个保姆不就行了。张浩不乐意了，我有爸妈补贴的生活费，他没有。原本他父母之前每个月都会转点钱给他，现在不仅不赚了，张浩主动要，爸妈也根本不搭理他。之前说给他准备的彩礼也不给了，甚至张浩爸妈还想跟他要点钱，他妹妹要招婿，不多备点嫁妆怎么行？这次的争吵最后以我自己掏钱请保姆结束。后来爸妈也不给我发零花钱了，看着日渐减少的存款，我开始精打细算，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张浩占了便宜，房租我全交，吃饭我付款，现在连保姆都是我花钱，我不开心了，看张浩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渐渐的，我们俩开始为了桌子上的包装盒都能吵到半夜，最后我们分道扬镳。我打包行李离开时，张浩连送都没送，因为没钱，我只能回了家。我总觉得自己是儿子，姐姐永远也抢不走我的东西，所以当我和父母讨要原本市中心那套房子时，说得理直气壮。父亲随意的敷衍道：那房子早就过
过户给你姐姐了，怎么可能还留给你？我吃惊的看着父亲，见他不像是在说谎，立刻大声问道：凭什么给他了？那不是我的吗？你都不结婚不生孩子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你？父亲的语气冷冰冰的，你姐姐的孩子是我们林家的未来，房子给他当学区房，天经地义。我听了这话，猛地站起来，爸，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你儿子。儿子怎么了？父亲反驳道，你又不会配种，就是指不能下蛋的公鸡，有什么用？我气疯了，拿起桌子上的东西就往地上摔。姐姐带着2个孩子回来的时候，恰好看到这幅场景，我惊讶地看着她的2个孩子。姐姐对着我笑了笑，然后弯下腰，对着2孩子说道：去找爷爷吧，不是说想爷爷了吗？孩子听她这么说，立刻扑向爷爷，一人一边搂着父亲的胳膊，甜甜地叫着爷爷。父亲瞬间乐开了花。我懵了，反应过来后转移了话题，我听爸说他把房子给你了。姐姐语气温和，笑着说道：对啊，不仅房子还有公司，爸都交给我了。我彻底气疯了，手指着他，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在我反应过来之前，姐姐笑着表示：别担心，你是我弟弟，我每个月会给你发点生活费的。开什么玩笑，公司是我的，你凭什么站着？姐姐摇了摇头，不对，公司是爸的，爸愿意交给我，我为什么不能要？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父亲，爸，你把公司给他了？父亲有些嫌弃地看着我这个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儿子，不行吗？你怎么可以给他？我是你儿子。父亲冷哼一声，你除了是个儿子，还有什么其他优点吗？林威这些年尽心尽力照顾我们，辛辛苦苦运营公司，而你呢？这6年来，你连一条报平安的短信都不发，要你有什么用？我红了脸，还是不愿意接受，憋了半天才挤出来一句：我之前是被网上的东西骗了，我道歉还不行吗？父亲瞪了我一眼，继续逗着怀里的2个孩子，公司给你有什么用？给孩子们还能传承下去，你每个月有零花钱就不错了。我猛地看向父亲，眼里情绪翻涌，不甘心地看着他怀里的孩子，最后下定决心说道：爸，我反悔了，我要结婚，我要生孩子，我是儿子，只有我的孩子才是林家的人。姐姐看了看父亲，他好像纠结了一瞬，不过很快怀里的2个孩子见他情绪不对，都小声地叫着爷爷。姐姐也开口装作委屈：爸，我都听你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弟弟能不能容下我的孩子。我奇怪地看着他，我们之间的事情和他们俩有什么关系？你会给他们分股份吗？会养他们一辈子吗？我脱口而出：凭什么？姐姐笑了，对呀，但是我会。明明在他们出生之前，父亲你就跟我保证过，他们未来会有依靠。他看着父亲，父亲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眼里带着点愧疚。说完，姐姐转头看向我，而你却想将我的孩子赶出去。我一个做母亲的实在不能接受，所以我被他堵得哑口无言，着急地看着父亲。爸，你不会真的偏向姐姐吧？父亲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是的，我会。这个家早就不是你的了。我崩溃了，像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开始撒泼。不行，那是我的。父亲没再管我，带着孩子们离开了。我见父亲走后，肩膀垮了下去，眼神从愤怒变成了茫然，最后落在姐姐身上，带着点祈求：姐，你帮帮我，看在我们小时候的情分上，把财产分我一半吧。姐姐看着我笑了，小时候的情分，我倒想起来了。你把我的奖状撕得粉碎时，我有多痛苦；父母说我是女儿，不值得培养时，我有多委屈。我只知道自己因为少了2两肉，天生就比不过你，那种不甘心，你懂吗？真是好笑。当初你能继承全部家产，我连零花钱都没有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起过我？他嘴角勾起一抹冷意，走到我面前。不行哦，爸说了，财产都给我。你小时候也跟我说过吧，爸的财产想给谁就给谁，谁叫你不受欢迎，活该。我没有资格分给你，而且我为什么要给你和我公平竞争的机会？弟弟，你忘了吗？我彻底没了办法，只能开始相亲，心存希望，想着自己有了孩子后，父亲还会将公司交给我，可这早就不可能了。在我离开的6年里，公司早就被姐姐牢牢掌控在手里，她不可能让出去的。我的相亲之路比6年前更坎坷，没正经工作，名下没房没车，身为富二代却不愿给彩礼。我相中的姑娘嫌我穷，不嫌我穷的，我又看不上对方，折腾了大半年，一个合适的都没遇上。后来姐姐接到了警察局的电话，我死了，是张浩杀了我。警察给我们做笔录时还原了事情的经过，张浩和我闹翻后想着回家里，结果发现父母把攒下的钱全给了他妹妹，妹妹招了个喜欢的上门女婿，那笔钱成了他们小家庭的启动资金，而张浩1分钱都没有。张浩知道后彻底疯了，他觉得父母偏心，觉得是我毁了他的人生，如果不是我，那些钱是他的，家里的房子也是他的，他或许能娶个媳妇，过正常人的日子，可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我身上。我的
的葬礼办得很简单，母亲哭得几度晕厥，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，姐姐站在灵堂角落，看着这一切，无悲无喜。从小时候起，姐姐的目标就只有一个，公司。我当初看的那些帖子都是她发的，最后她赢了，终于有机会和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。至于未来，她的2个孩子是公平的，不需要像她一样牺牲一些东西才能换来相同的权利。